嘿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24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比赛周了啊！激动兴奋。这周工作比较忙，这周把工作事儿安排好，然后就周六出发。下周我觉得玩到周三或者是周四。但其实我去哪儿旅行都一样，都得带上电脑。你昨天两只手不同的拿法，风噪明显不一样，对吧？这就看 Insta 360有没有对策了，因为毕竟硬件已经固定了，对吧？今天聊点什么呢？昨天我突发奇想，今天给大家来点不一样的。我一个手差不多就能拿这么远，所以还是放在帽子上合适。行，那我等一红绿灯，一会儿再聊啊。今天来点什么不一样的呢？今天一会儿给大家拍拍今天的早餐，等我回家的时候。然后明天第4个训练日，我们按照惯例回各位的评论。为什么想这个呢？因为昨天吃饭的时候突然在想说，这样分享一下感觉挺有意思的，要不然天天听我说，其实有时候我说的投入的时候可能有点画面感，有的时候呢你感觉还差点意思。我有时候拿起相机跑步拍摄，就想现在好多小伙伴，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开始拍摄跑步，或者说想把自己的运动记录下来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形式。就像我说，我其实虽然不看重这些记录的数据，但是我还是劝大家把自己训练的数据都能记下来，这个跟日记一样，对吧？我记得我当时刚买了这个相机的时候，其实也在想怎么拍。那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手拿着它，然后这样对着我自己拍。我记得第一次拍第一视角是有一次在日坛跑强度课，在日坛外圈，那时候还特别的不成熟，那时候用那个磁铁的吸在胸前，你别提多晃了，因为你跑起来你肯定你是这样的呀，身子都是左右晃的。其实从2代开始，它原装的配件里就有这个架在帽子上的，从来没想过。后来想到就是也是好多的曲折。那首先拍摄模式，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自由比例录像，所有的防抖、水平校正、裁切都放到后期的软件里。如果您用那种就普通的录像模式，我感觉效果可能不如前者，而且它有更多的机内的运算参与，有可能还更费电、更发热。昨天上午开了赛前会议，跟家属俩人全程拍摄。这2个相机一黑一白，一个连续录了32分钟没电了，一个连续录了30分钟，之后又录了6分钟没电了。差不多极限也就在这儿了。
回头再跟大家分享赛前的准备。另外就是这俯仰角度，有好些事情就是看上去很美，或者想起来很简单，真正到自己做的时候，会面临好多挑战。俯仰角度就是其中一个。那时候我就是用休息日的时间，或者下午出去跑测试，看它怎么放在帽子上，帽子戴到什么角度。你好。你好。不好意思，你介意吗？我在录像。没事。我正好是前2天在你那个评论下面回复你的。是您吗？昨天？对，是您。您好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点不一样的训练之后的早餐。先是喝的，我这儿是一杯冰咖啡，家属这是一杯胶囊咖啡，热咖啡有奶。我喝咖啡从来是什么都不加。然后这大家可能不常吃，这是茄子泥，茄子给它微波一下，然后打碎，就跟北京那茄泥似的，但是橄榄油和盐的调味儿。沙拉，然后这是半个法棍，差不多吧，半个法棍，给它稍微不搁油煎一下，让它硬一点，有2块抹了一点美乃滋，一个煎蛋。对，还有一个果酱。基本上我吃的这一套老是这些东西，有的时候换个品牌，有的时候不换。今天早上跑了14公里，轻松跑，碰见大学员先生了，跟他们一起轻松跑一跑。差不多，你们看这半个法棍，我吃一共切出来了7块，我吃4块，你要这样一个鸡蛋。今天是轻松14公里，如果是强度课呢，大概再比这多20%的样子。反正我感觉坚持时间有点长。没办法，只能这个视角看不见我。我在这儿呢。为什么想起跟大家分享这个呢？就是说，你看好多小伙伴说瘦不下来，然后怎么练都瘦不下来。其实不是的，就是可能就是吃的太多了。比方你看我这一顿饭，如果换成中式的，如果咱们就吃包子、豆腐脑，或者吃包子、馄饨，可能那种小笼包2个包子1碗馄饨，差不多应该就比这热量高了，但是应该没有这吃得饱。大河源先生，今天我们一帮人跑了一个轻松跑，拍了拍照，那碰到了频道的观众，大河源先生拍的我，哈哈。所以就是不是说中式饮食不好，就是在早餐这一点上，很多的亚洲饮食都不够好。就日本这边是热量不高，但是碳水特别高。然后中餐呢就是想办法把面和油在一起吃。然后西餐呢得分是什么，脂肪太高的一般就是早餐，其实这样早餐吃的要干净，就是碳水就是碳水，然后糖就是糖，就是你别弄个奶油蛋糕，那就有点吃完感觉黏，感觉浑身都黏，是不是？热量呢大概控制在，您要是训练完再吃，控制在700千卡。如果您是训练前吃饭的话，这我还真不太好说，因为训练前不建议吃饱了早餐再训练。如果我把这一套吃完了，我再出去跑步，那就尴尬了，根本就跑不动。正好看看这个酱，调味调的怎么样？看这茄子，像这种一般就是做开放三明治，一个大片的欧包放茄子酱，上面再放菜呀什么的，它能给它粘住。
你要特喜欢吃茄子是没什么要求，长茄子、圆茄子都行，就跟做茄泥一样，把皮儿削了。那我这是用那个搅拌棒打碎的。你要没有那条件的话，叉子什么的也行。行吧，赶紧，大元先生给我发消息了，大元回个消息，那就这么着。今天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一期，感谢大家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来吧，一口法棍，一口冰咖啡。咱们明天回评论，明儿再见。